咦，石姐，哇，你今天好美，好仙啊！对啊，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你。今天来到这里的所有的宾客都是我们长期合作的客户，要好好的招待，千万不要怠慢了。好，如果一会儿看到胡总来了，你们要亲自招待一下。他是我们公司的重要客户，对我们公司帮助很大的。好的，放心吧。去工作吧。好的，辛苦你们了。没事，拜拜。嘉诚为什么还没有来？他到底会不会出现？易小姐，谢谢。嘉诚，你终于出现了，这一天终于被我等来了。只是，在你身边的那个人，不是我。为什么？别看了，只能让自己难受。一切都会有转机的。易小姐，你好。相信时间，相信天意。石姐，真的是你啊！我还以为我眼花了呢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怎么没听佩哥哥说起来啊？我是才回来不久。哎呀，当时你走的那么匆忙，连告个别都没有，也是没想到你一走就是这么多年，彻底失去联系了，微博都不更新了。当时我担心你会很恨我，所以……我现在也恨你啊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谁还计较这个呀？真是奇怪啊！我怎么看到你觉得莫名的很亲切，想恨都恨不起来。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现在创立了一个自己的品牌，华谊酒店旗下安宇酒店的创始人兼总裁。哇，真的吗？不是你那么惊讶干什么？我欧洲学的可是酒店管理，好歹也算是个专业人士吧。那有没有新的感情？哎呀，还是孤家寡人一个呀。谁让我这么优秀，都没人敢追我。你该不会是……你该不会是想要问我是不是还爱着佩哥哥吧？爱。逗你的，这种爱不一样。再说了，我现在没有新的恋情，不代表说我还在等他吧？都经历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早就开始新的生活了。我决定认真的去等一个真正值得我爱的人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是你们俩的阻碍的。你们俩进展怎么样？我们俩？我可是听说佩哥哥一有空就往伦敦跑啊，伦敦的人民快烦死他了吧？哎，不对呀，你回来你怎么不去易茂帮佩哥哥？你跑来美达上班，你什么道理啊？不会吧？这个时候停电，什么情况啊？我失陪一下。嗯。
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，我也在找这本。我不知是如何爱上你，也不知何时或何地。你给我的记忆，像空气如影随形。当我闭上眼睛，你眺望远处的身影，是穿越悲喜永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很漂亮。自从我们两个在一起啊，就没有正儿八经的送过你礼物，这算是送你的第一个礼物。漂亮吗？喜欢吗？好喜欢啊！下次穿给我看。时间都知道，他给的每一次煎熬，是我们想知道结局是否美好。这条裙子果然是挺适合你的。今天刚刚第一次穿，尺寸刚刚好，终于有机会穿上它了。你眼光很准。你喜欢就好。师姐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没听小佩提起过？刚回来没多久。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。这小佩呀，跟藏了什么宝贝似的，什么都不说，就一个劲儿的往伦敦跑。易总对我和妈妈在英国的帮助，我非常感谢他。阿姨的病情怎么样了？彻底好了吗？她正在英国学英语呢，还交了一个英国男朋友。没想到阿姨去了那边，性格也变开朗了。她可不是以前你认识的那个她了。罗总来了，我过去打个招呼，失陪一下。那我先走了。师姐，你和以前有点不一样了。是吗？毕竟这么长时间了吧。你走这段时间，我迷上了登山，喜欢工作闲暇之余到处跑跑。灵湖也是你在登山的时候得到的创意和灵感吗？你还知道灵湖啊？我在网上看到过灵湖的概念图，很棒的创意，我很喜欢。谢谢。我看新闻了，灵鸟已经开始正式投入使用了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灵鸟一定会在这座城市里出现，我没有骗你。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。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，我为你高兴。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去英国也是为了给妈妈治病，从来没有想过要在那边久留，那边没有我的家，也没有我牵挂的人。他对你好吗？那你呢？嘉诚，可以上车了。师姐，你要搭车吗？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回去。好吧。这样吧，我们还是送送你吧，就你一个人。真的不用。
再见。这不是我要的归位，这不是属于我们俩的相遇。我们的相遇里没有其他人，嘉诚也不会就这么离开。难道我真的白白等了4年？难道我等来的归位真的只是一场空吗？对不起，我没告诉你，是有原因的。回来多久了2个月吧。回来，你不告诉我，说明你不信任我，而且你没有选择回易贸上班，是选择了其他的公司。你是在刻意躲我吗？我自己一个人偷偷回来，又去别的广告公司上班。说实话，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刻意安排的，因为我记得我告诉过你，我只能等待时间归位，所以我又按照原本的轨迹再重新来一遍。起码我希望在我自身问题上，我可以尽可能的去接近未来。现在如你所愿了，你见过叶嘉诚了，然后呢？我并不知道然后，但嘉诚他确实出现在了我们第一次相遇的酒会上面，时间地点都对，而且他没有搬家，他还是住在那个老房里面，手机也已经用回了未来那个手机号码，所以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日子已经又开始重复发生了。时间给了你第2次机会，就是让你去违背它、反抗它，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是，在4年前，我已经做了太多的反抗和违背，而我现在只是想要还原我原本应该有的幸福美好的生活。或许你真的不能理解，但就算是再重复100次，我依然还是现在这个时间。你知道有多少人渴望有第2次选择，来成就不一样的自己？如果不是那样的话，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奋斗，都成了笑话。易董事长，身体怎么样？还好吗？那，你妈妈回来了吗？如果你可以回到30年前，让你再重新选择一次，或许你就不会选择跟你外公回来，而是会选择留在你母亲的身边。但这就不会是现在的易佩了。我不需要这种假设，因为你不知道，如果你这么选择，你现在会是谁。没有告诉你我要回来，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但我又怎么可能不把你当朋友呢？你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。既然你要选择重复自己的人生，我成全你。在你原本的那个世界里面，我们是陌生人，我并不知道你的存在，你对我的了解只局限于杂志的层面上。我希望你的时间和你期待的人如愿回归。
叶嘉诚是吧？是，萧敬先生是吧？易总都跟你交代清楚了吧？是，不过细节方面，我还不是很了解。是这样，很简单，来坐。我这边需要搞定的关系呢，都已经码好了，你只要看一下上面的具体数字，然后签字就可以了，其他的不需要你再做什么。能不能麻烦您跟我讲述一下这个补充协议的具体项目内容？你想录音是吧？哼，当然了，你是易总的人，我没有怀疑你的意思，只是我们做事比较小心。是这样，易东青林2期这个项目呢，经过我们公司的评估，差不多可以融到15个亿左右。融资成本我已经和易总协商好了。之后呢，我们可以转2个点出来，这就是一个私下的补充协议。总共3000万。对，我拿其中的20%，其他的80%是你和易总的。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你签个字就可以了。肖经理，我想请问您看过青林2期项目的设计吗？看过，不过好像没什么印象。怎么，你们想给我留套房子？我们是在第1期的基础之上完善商业以及住宅需求。哼，这个我知道。不过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？您对这个不感兴趣吗？我感不感兴趣不重要，投资的人愿意给钱就行了。有了钱，你们的楼就建起来了，楼建好了，房子才能卖出去回钱。反正这就是易总的一个赌资，我们在大局上分2个筹码玩一玩，也无伤大雅。如果我不签这个协议呢？不签？为什么？我哪儿写的不清楚啊？还是易总自己改主意了？并不是，我是想说，如果这个东西我不想签的话，第2期项目的建造会影响吗？肯定有影响啊！如果你不签的话，整个融资金额以及利率的成本，我都要重新核算，然后再和易总重新谈，这个要多长时间，就说不好了。而且资金不到位的话，这肯定是不可能动工的，除非易总找其他的信托公司。哎呀，叶嘉诚，易总他有什么疑问，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直接找我来谈。你确定你明白易总让你来找我的目的吗？当然。啊，那我看是易总不明白你的意思吧？你们2个人之间是不是没有谈好分成比例啊？我劝你一句，叶嘉诚啊，易总给你多少，你就乖乖的拿多少，别给我们大家找麻烦。的确应该回去再跟他谈谈了，不过不是谈该怎么分账。石静，哎，哈，什么东西？打球一定很辛苦吧？我这里正好有松露巧克力。本来是想买你最喜欢的手工特制的，可是附近都没有。但你可以尝尝这个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6年前的事情，我竟然还记得。这家店终于开了，太好了！就算嘉诚不喜欢吃甜食也没关系，我现在可以买给自己吃。我说，路没有尽头，转过身之后，就不要再回头。
我还在守候。下雨的时候，是我亲吻你的耳朵，心疼你哭，谁能听出你眼里无声的荒芜？黑夜孤独，谁来保护？怕你整夜醒着无助。你怎么知道新开了这家餐厅的？我们第一次约会，你挑的地方呀？我是听朋友介绍的。我在杂志上看到过，一直很想来，没有机会。对了，我记得你之前说这个很好吃，对吗？我记得你不爱吃甜食。我还是不太喜欢。这是给你的。这个真的不太甜，要不要尝一个？好啊。很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好吃啊，在哪里买的？不告诉你。该不会是你自己做的吧？我哪有那本事？那要是吃完了怎么办？吃完了，我再给你买。对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个电话号码的秘密呢。其实我早就告诉过你啊，因为我说过我是洞悉未来的，那我当然就会知道5年之后你会用什么手机号码。不过你就当我是开玩笑的好了。其实我当时硬要你来相信我说的这些无稽之谈，也真的挺好笑的。你知道吗？灵鸟真的在你当年给我指的那个位置建起来了。恭喜你啊！我在新闻上看到，我也很高兴。时间终于回来了。你是想说，尸检终于回来了吗？你走了4年，今天能再见到你，我很开心。不好意思，这个电话我得接一下。喂，嘉诚变得有些不一样了，和4年前不一样，也和我曾经第一次认识的他不太一样。不好意思，久等了。公司是不是有重要的事情？没有，只是青林2期的项目正在融资，那些杂七杂八的乱事情，我不想讨论这些了。我听说易总经常飞伦敦，你跟他还好吧？对了，你回来国内以后怎么没有直接去易贸上班？你一下子问了2个问题。我怕第一个问题会让我失望。我和易总就是朋友，他如果需要帮助的话，我一定会回公司帮他。但目前我也有我自己的安排和计划。你可以从事业上考虑，易贸不是应该比美达更有发展吗？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一直留在易东？你没有想过自己要出来开事务所吗？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了，不聊工作的事情。那要不要点一点吃的？
我现在突然没胃口了。我们去嘉兴吧。你多久没去嘉兴了？自你走后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你坐在我面前，我感觉嘉兴的味道就在我嘴边。走吧。可是嘉兴已经关门了。真不记得上一次来是什么时候了。我最近到底在忙些什么呀？我们第一次约会，从餐厅出来后，一直散步聊天，走了很远很远的路，走到2个人又饿了，嘉诚就带我来嘉兴吃夜宵。嘉兴生意很好，半夜也有很多客人。可是现在，虽然我们还是来了，却是大门紧锁。我知道，想要真正的再重复一次是不可能的。我不是当初的我了，嘉诚也不是我第一次遇见的叶嘉诚了。那个自信明朗的100块先生，难道已经被改变了吗？你有没有喜欢上别人？家里那盆千禧星长得非常好，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吧？叶嘉诚，你到底是怎么办事的？肖总告诉我说你到现在还是拒绝见面是吧？清零2期的资金，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？叶总，我负责的是公司项目设计上的把关，融资的事情我真的不想介入。你真的是想做一辈子建筑师吗？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？你现在不是建筑师，不是公司的普通职员，你现在是公司的副总。你站在什么高度，你就得干什么样的事情。你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利益是捆绑在一块儿的，你不干也得干。这个合同我们不跟他们签，他们就真的不跟我们合作了吗？那么多的融资信托公司，我们随便再找一家不就行了？你是装糊涂还是真傻啊？肖总是我已经码好的关系，而且他比你聪明，一点就通。你呢？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写的数额不够明确，在协议上没有体现出来？我一直拿你当我自己人，所以好多事情没有明说。既然现在你觉得亲兄弟必须得明算账的话 ，OK， 那你告诉我，那80%，你需要多少？易总，这笔资金如果用在公司的项目选材上，其实可以选择更好的材料。行了，你别跟我扯那些什么材料不材料的。你是没拿到过，你不知道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。我拿你当自己人，信任你才让你去。协议上现在只有你的名字，你把80%全拿走了，我也无话可说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对你有多信任？你现在赶紧去把合同给签了，等资金一到位，咱们有更多的缝可以钻。你只要好好的跟我干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是我，嘉诚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什么时候来的？其实我已经来了一会儿了，刚刚在门口听你们把话说完了。刚才的对话你都听到了。所以，现在投资的事情你也会管吗？好像这件事情跟设计没有什么关系。你来找我是有事情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可能来的不是时候。你问我想不想去看看你家天台上的植物，我正好下班早没事情，所以就没有打招呼过来，想碰碰运气。稍等我一下。喂。
喂，艾米，你帮我看一下晚上的工作安排。设计部那边还在开会，说等你过去确认。但是我刚刚问过了，可能会开到半夜。要不你先提前帮他们订好一点的晚餐吧，否则他们又用泡面糊弄了。如果有什么事情或者有新的进展，你提前给我手机打电话。好的，拜拜。走吧，我先跟你回去，一会儿我还得过来。对了，家里连个喝的都没有，我先出去买点，你先进去吧。马上回来。嘉诚现在明明可以搬到更好的公寓里去住，但他却还留在这栋老房子里。刚刚他和易清东的谈话让我很不安。难道嘉诚真的要参与到他们刚刚提到的交易里吗？你都看到了，他们两个就一直住在那个书架上。我看到了林慧的奖杯。在林湖作品得奖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设计过其他的设计作品了。他们长得真好啊，我经常想起他们，我还一直担心你因为太忙没时间照顾他们呢。是啊，他们现在仿佛在对我说，把他们照顾好，远比我正在做的事情要重要的多。你现在已经不参与做设计了吗？也参与啊，只是没有那么经常而已。公司设计部新进了几个设计师，挺让我放心的。所以，他们进来以后，我就不经常参与具体项目的讨论了。可是你更喜欢做设计啊。我太了解你了，只有设计出好的作品，你才会有自信心，你才会更有成就感。如果这是4年前，我应该会说出和你一样的话。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成绩院刚刚毕业的那个新晋设计师了，我现在背上背负着很多其他的责任还有义务。那你的初心呢？你忘了你当初是为什么要选择做建筑师吗？可不可以不要成为易清东那样的人？我不希望看到你变成他那样。张凯约的你，他也是怕你绷得太紧，心情不好，所以让你来这儿透透气。最近可能是对他太过纵容，他以为把你约过来，我心情就能好了吗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就算你把我当成陌生人，我也没有办法不把你当朋友。董事长，情况稳定了没有？暂时度过了危险期，不过还没有完全醒过来。那
股东大会的事情进行的还顺利吗？我会一毛过来帮你吧。现在正是一毛和你最需要人的时候，虽然我也不一定能帮上什么大忙，但起码我可以是你值得信任的人。不需要。这种时候，可不可以收起你那一点点傲娇呢？作为狮子座的属性，可不可以不要都用到我身上？如果你是为了帮我，那就更没有必要了。如你所说，你帮不上什么大忙，反而会添乱。你现在说什么，我都不会和你较真儿。况且，之前一直都是你在帮我忙，现在是时候该我来回报你了。我巴不得你欠我一辈子呢，还不上，我就永远是你的债主。一毛现在大局未定，前途未卜，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把你拖下水呢？你那个时间归位的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正好相反，好像一切都在朝着反方向越来越坏的发展着。叶嘉诚被我小姨攻克了。这么多年，他和伊比亚真的没有在一起吗？我还以为他们……你不用以为，叶嘉诚的心里肯定有你，要不然凭我小姨那么优越的条件，他为什么要好这么多年？虽然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。你真的这么以为吗？你回来了，我小姨紧张，怕你跟叶嘉诚重归于好，所以火力全开。我并不知道他和伊比亚有没有真的在一起，而且这个跟他是没有关系的。那问题在哪儿呢？我以为只要让时间和未来的记忆归位，一切就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。我希望跟我在一起的是未来那个可以坚持自己的梦想，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断去打拼的嘉诚。可现在这个好像不是，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。那我问你，你爱的是你记忆当中那个叶嘉诚，还是现在这个叶嘉诚？我的爱之基没有复杂，也并不骄傲。我爱你，因为我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。如果我都不是我了，你跟我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可是你迟早都会成功的，这些我都是见证过的，你信我好不好？你不要跟我说那些所谓的未来，我受够了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的出现，这一切甚至不可能会发生。如果我没有离开城监院，如果你没有喜欢上我，说不定我们两个还在自己不同的人生轨迹上。我太了解你了，只有设计出好的作品，你才会有自信心，你才会更有成就感。如果这是4年前，我应该会说出和你一样的话。可是我已经不是当年城监院刚刚毕业的那个新晋设计师了，我现在背上背负着很多其他的责任还有义务。那你的初心呢？世界不是停止不动的，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，时间都不是未来那个时间。你为什么要求现在的叶嘉诚要变回未来的叶嘉诚呢？确实是，连我都已经不是原本的我了，嘉诚又怎么会是原本的嘉诚呢？所以，又是我再一次的一厢情愿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一次比上一次醒悟的要快。行了，不说我，也不说你的烦心事儿，咱们两个安安静静的就在这儿
待一会儿，也挺好。他终于睡着了，多亏了你。易总已经很多天没有好好休息了，我也不敢多说什么，说多了他就发脾气。你多绕几圈吧，我生怕我下车一动又把他给吵醒了。师姐，你能回来真好。我的确回来了，可我期待的那个世界，什么时候才能归位？你回来了，等你很久了。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呀？我想亲眼见到你。你那天说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。那天是我太冲动了，我不应该凭自己的想象去评判你，不能我认为你是什么样子就应该是什么样子，你就应该是你自己。其实你说的那些话，我也一直在考虑，我只是没有正面去面对。我就知道，你不会没有感觉的。可我不是为了那笔回扣在纠结。我知道。小姐，你要知道，近5年的努力，我走到今天不容易，我不想这么轻易的放弃。我好不容易拾起的自信和骄傲，感觉我现在只要一松手，一切都回到了原点。我不想失去这种成功的感觉。如果这是唯一通向成功的道路，那这样的成功，不要也罢。总不能为了成功而放弃自己最基本的底线吧？我可能的确离自己的轨迹越走越远了。我不相信你真的忘记了自己的初心，我更不相信你会成为易京东那样唯利是图的人。你做不出那样的事情。谢谢，谢谢你这么诚心的支持我，相信我。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也没有人是不犯错的，但问题就在于知错能改。到底是果断放弃，还是固执下去？这不就是人生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题吗？答应我，不要为了那些所谓的成功，就放弃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外公，终于醒了。刚刚我都听说了，易某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爸一醒来就问了公司的事情，我也是不得已才说的。外公，不会有事的，您放心吧。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有话对小佩说。
件事情我一直没跟你说过。秦东成立易东的时候，我担心他在外面出事，所以我暗中找人查他。你去联系这个人，他手上有秦东害怕的东西。真的没想到，这些东西还真能用得上。忙了一辈子，就出这样的主声。幸好有你在，拿到东西以后，你怎样处理都行，不要顾及我，我就当没有过这个儿子。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你不知道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吗？你知道我们大家等了你多长时间啊？等了你1个多小时。你别以为这段时间我让你3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不好意思，大家久等了。易总，从今以后，你也不必再让着我了。什么意思？5年前，我带安宁来易东地产的时候，我的目的非常明确，我就是为了灵鸟。我当时给自己的要求也非常清晰和明确，我只想做一个让自己值得尊重、敬佩的建筑设计师。然而5年后的今天，我发现我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。最近我一直在考虑，到底是你说的那些道理才是世上唯一的法则，还是我自己坚持的才是对的？来的路上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我纠结来纠结去，无非是害怕失去那些已经得到了的东西。然而这些东西真的能够支持我去追寻我自己的理想还有价值吗？不仅没有，它反而让我自己迷失了自我。叶嘉诚，你说那么一大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啊？我要辞职。你说什么？人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，我已经浪费了1个5年，我不想再这么继续浪费下去了。有些话想清楚了以后再说。除了易东以外，市面上没有一家地产公司能给你现在的位置和薪酬。我想清楚了，我心知肚明。叶嘉诚，我告诉你一句实话，要不是看在我妹妹的面子上，你以为凭你的能力能做到今天的位置吗？你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少做一点白日梦，对你有好处。我真希望您能早一点说出这些话，这样我就能早一点看清事实。再见，易总。叶嘉诚，我告诉你，出了这个门你就别想再回来。我求之不得。你约我到这儿来，不只是来看风景的吧？我知道一苗现在情况危急，我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给你添麻烦。但是有些话，我真的很想跟你说清楚。那你有答案了吗？我从易东辞职了。
你终于做了这个决定。易东的确不太适合你，尤其是我哥现在这个样子。说实话吧，我也不希望你留在那儿。当初进易东就是为了灵鸟，可是现在灵鸟建成了，我却觉得自己越走越偏。我想是时候跟自己做一个了断了。辞职，就是为了跟过去告别。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我可以陪你去国外，可以在那边开一个监督事务所。只要你需要我，无论你去哪儿，我都会陪着你。我懂了，你要告别的不只是易东，还有我。莉亚，我希望我们俩能够做朋友，那种彼此依靠、彼此信任的朋友。可这个朋友不能再进一步吗？是因为时间吗？原本我以为他走了，只要我通过我默默的努力，爱情的天平总会倾向我这一边。所以我从来都没有逼过你。我希望通过时间可以拉近我们的距离。可是酒会那天，师姐她突然出现了，我看你看她的眼神，那一刻我就明白，我这么多年积攒出来的希望，瞬间就没有了。莉亚，已经做好决定要跟他在一起了，是吗？我觉得人生对我太残酷了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已经习惯你的存在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才会有安全感，我才可以放松，我才可以放下那份伪装的坚强。是你治好了我多年的失眠，你都忘了吗？你曾经说我很像一个人，那个人其实就是你的前男友，对吗？这么多年了，我跟你慢慢相处，多少次我都听你下意识地提起他。其实他在你心中根本就没有被忘却，对吗？莉亚，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的前男友了？不好意思啊，那么唐突的约你见面，这好像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单独见面吧？好像还真是这样。
是不是在你心里一直对我有敌意，害怕我抢走嘉诚，是吗？其实，在易小姐心里面，我应该也差不多是同样的形象吧。对了，我今天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嘉诚离开移动地产了。是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是促使他离开移动地产的最大动力。其实，我只是希望嘉诚他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不想看到他的才华和时间就这么被浪费了。我也没有想到易东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更没有想到嘉诚会越来越背离自己的初衷梦想。可能原本就不应该让他进易东吧。不是一路人，迟早也会分道扬镳，对吧？可是是你挽救了他的林鸟，林鸟在他的心中非常重要。其实，我是一直想要找机会好好感谢你的。你以什么身份谢我呀？师姐，其实我从来都没有避讳过我对嘉诚的好感，这一点你是看得出来的。但是你这一次回来，的确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，因为我知道他心中一直有你。不瞒你说吧，他已经明确地拒绝了我。跟你说这些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想得到你的同情，更没有什么目的。我只是想问你一句话，你还爱嘉诚吗？你愿意和他在一起吗？当然。OK， 那我就放心了。不管他是否理解我对他的情感，也不管他是否拒绝过我，但是在我心里呢，除了我的家人，他是我最在乎的一个人。我希望他能得到幸福，我也相信你能给他幸福。但是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我觉得他少了那么一点追求幸福和自信的勇气，所以我想帮他一把。即使作为一个普通人，听完易小姐的话，也会被深深打动的。那我把这话告诉叶嘉诚，他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其实这几年在国外，我也想了很多。幸福和顺利未必可以让一个人成长，但反过来，如果是经历、挫折，甚至是痛苦，却可以让一个人快速的成长。而这些年我跟嘉诚，我们各自都有了各自的经历和体验，所以这次回来，我其实并不是想要急着求一个结果，而是我希望我们可以用更成熟、更理智的方式去面对属于我们俩之间的感情，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冲动、自以为是，或者急于求成。我还是希望这一切都可以由嘉诚自己来选择和完成，而不再是去强求。所以，把一切都交给时间和命运去安排我们的未来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
字如面。原谅我没有当面跟你告别，我怕自己没有这个勇气。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看到这封信，也许你永远都不会看到。如果你看到，请你相信，我以12分的真心告诉你后面的话。还记得我告诉你我看得见我们的未来吗？还记得我刚刚跟你说过天美家园那完美的一家人吗？我说路没有尽头，转过身之后就不要再回头。我说我还在守候，下雨的时候是我亲吻你的额头，心疼你哭，谁能听出你眼里无声的荒芜？黑夜孤独，谁来保护？我在你面前，怕你整夜醒着无助。没有月光的天空，握紧我双手，带给你全部的温柔，用星辰的闪烁，跨越的时空，给你我能给的所有。如果我知道时间会放手，有些话再说不出口。如果我能看懂微笑的面容，是你藏背后的伤口，却无法回头。我说不尽的痛。我说路没有尽头，转过身之后就不要再回头。心疼你哭，谁能听出你眼里无声的荒芜？黑夜孤独，谁来保护？怕你整夜醒着无助。没有月光的天空，握紧我双手，带给你全部的温柔。我一直以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在乎你、最懂你的那个人，可直到一贝来找过我之后，我才发现我错了。我以后不会再给我自己偷懒的机会，不管世界如何变化，我一定会紧紧地握着你的手。不再松开。你知道这4年里面我有多想你吗？我错了，这统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可是你只要说3个字，我就可以全部原谅你。我错了。不是这个。对不起。不是这个。小姐，我一定会用未来来补偿你，补上你我缺失的那4年时间。未来是多久？100块定金我都收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付全款？把一辈子的时间作为全款付给你，够不够？我和嘉诚的人生，也许从此就能归位了吧。
天干嘛去了？怎么都没有跟你视频上呀？小姐，妈要告诉你一件事。昨天，妈跟 Steve 去市政厅登记结婚了。天哪，这么快！哎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要不然我还可以飞过去做你伴娘呢。是啊，妈也觉得这是不是一时冲动啊？不过小姐，你说为了自己的幸福是需要一时冲动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别怪妈妈，行吗？不过妈妈，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快说！当当，方姨，好久不见。是啊是啊，嘉诚你好，见到你真的很高兴。妈妈，我跟嘉诚又在一起了。真的？你跟小姐能在一起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两个相爱的人能在一起，真是太好了。阿姨，等我们料理好手头的事情，就去英国看您。嗯。阿姨在这儿等你们啊。高彦斐啊，天天在家里陪他老婆，你呢又不想跟我玩，我是不是得培养一个新的对手啊？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听高彦斐说啊，他好像有一个朋友啊，是吧？啊，那个朋友呢，球打得好，人又长得漂亮，叫什么名字啊？真的吗？为了要奖励你今天专心苦练，咱们去嘉兴好好的犒劳犒劳你，我请客。今天我做给你吃好不好？啊？我的厨艺可是你亲自教我的。我教的？嗯，在未来世界里面，你手把手教我的，手把手，就像现在这样。又是未来啊！好，那我考考你，在未来我都有什么拿手好菜？红烧豆腐、鱼香肉丝，还有清蒸大鱼。我跟你说过这些吗？你忘了我跟你说过，我是从未来过来的，你还不相信？现在可以信了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我在睡觉的时候说梦话让你给听到了。不相信拉倒。宝贝儿，我爱你。那不是陈子松吗？要交男朋友啊？你等一下，我打给他。喂，巧巧，你在哪里呀？哎，我现在刚从公司出来呢，怎么了？你最近跟陈子松怎么样啊？我们挺好的呀，他来接我下班，我们俩正准备一起回家呢。他在接你下班？那再亲一下。他现在在你旁边吗？对啊，他在我旁边呢。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？没事没事，就是忽然想你了，改天一起吃饭。好啊好啊，那拜拜啊。拜拜。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，我应该跟他说实话的，我不想让他一个人蒙在鼓里。赖笑的回答你也听到了，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。其实你这样插手，并不好。赖笑也不一定会买你的账，不是吗？再说了，他有可能其实早已经知道了。真的吗？那他干嘛在电话里跟你撒谎？唉，其实我一直都很担心他的婚姻，因为在未来世界里面，程子松伤他很深的。我知道，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俏俏好，但是就像你之前说过的，幸福和顺利不会让一个人成长，改变和不幸才会。
如果这一切真的是天注定的，那你也不能做什么。该发生的仍然会发生，该经历的还是要去经历，不是吗？我只是不想他这么被骗。好了，走吧。欢迎光临，谢谢你们，我们的请柬，里面请。谢谢你们，好好看啊，好好看。伊娃小姨，佩哥哥，给我面子啊！你亲自送的请帖，怎么敢不来呢？听说华姨帮助了我们一忙，感谢你啊！见外了吧？我们什么关系啊？你说感谢的话，那就真的见外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们先随意看吧，我先招呼着。好，那你忙你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好看啊。Hello， 文文。给我的。恭喜你，文文，画廊开幕。我看应该是我恭喜你们俩才对吧？什么情况啊？你们这是复合呢，还是二次恋爱啊？怎么说都可以，反正人是我的了。石简可以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这叶嘉诚还是跳进你的碗里了。所以已经打破你说的怪圈，之前的什么联盟应该解散了吧？好现代主义风格。我去年在佳士得看过。色彩搭配的不错。走，去那边看。谢谢你啊。是挺不错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清楚。就我们老师就是这么教的。谢谢你。可能是上辈子欠你的，这辈子想尽办法来偿还。下辈子我们还是做好朋友。不要，惨了点儿。我对色彩就比较弱。你看这个好看，这个色彩很有意思啊。是啊，你看这里。来了，就这个颜色。别啊，谢谢你。应该道谢的人是我。要不是那天一语惊醒梦中人，我到现在还在自己骗自己呢。我已经决定和石简重新开始了，希望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感情问题上迈出新的一步。当然，你们两个必须幸福，因为只有你们幸福，才会给我最大的鼓励。我会一直往前看，不再蓦然回首。